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，那他们是怎么来到地球的？因为照我们现在的物理常识，就算搭乘最快的太空船飞到最近的恒星，也要好几万年。但如果 UFO 真的曾经来过，那代表一件事，他们的移动方式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。这时候，一个名词就会出现：曲速引擎。很多人一听就说，那不是科幻电影吗？超光速违反物理定律吧？但你知道吗？曲速引擎并不是幻想小说作者发明的，它来自真正的物理理论。我们从一个大家最熟的观念开始，没有东西能超过光速。这句话对也不对。对的地方是，任何东西在空间里移动都不能超过光速。但问题来了，谁说一定要在空间里移动？想象一下，你在一条高速公路上，限速100公里，你不能开超过100。但如果整条公路自己往前卷动的，你没有加速，但你被带走了。这不是作弊，这是换一个玩法。曲速引擎真正的概念只有一句话，不是飞船在动，是空间在动。来，我用一个最生活的比喻，想象你在机场的自动步道上，你站着不动，但地板在往前，你没有走路，却比旁边的人快。曲速引擎做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它不是让太空船冲得更快，而是前方的空间被压缩，后方的空间被拉长，太空船被包在中间，就像一个空间泡泡。泡泡本身没有超光速，但整个泡泡在宇宙中移动，所以光速限制没有被打破。被打破的是我们对移动的想象。很多人会问，这听起来还是很像科幻，但关键来了，曲速引擎这个概念不是小说家写出来的，而是物理学家用数学算出来的。某一天，有人问了一个问题：如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的，那空间本身能不能被操控？结果答案是，数学上居然可以，而且公式没有错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宇宙法则没有禁止曲速引擎，它只是非常非常非常难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做不出来？因为一个字，能量。早期计算发现，要制造一个曲速泡泡，需要的能量可能比整个地球1年的发电量还多，甚至有些计算显示需要1颗行星的能量。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，这种空间变形需要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，叫做负能量，不是没电的能量，而是理论上存在，实际上很难取得的能量。这也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，人类还停在理论可能。你们可能会问，既然这么难，干嘛不放弃？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很多不可能，只是当时做不到。100年前，人类还不相信能登月；500年前，还有人觉得地球是平的。现在的曲速引擎就站在同一个位置，不是被否定，而是被暂停。而且近年来，研究者已经发现，所需能量正在被大幅降低，泡泡模型变得更稳定，不再需要行星等级的能量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想法正在从疯狂慢慢走向工程问题。现在来一个最震撼的假设，如果曲速引擎真的被做出来，那代表星际旅行不再是几万年，而是几天、几小时，甚至几分钟。宇宙会突然变小，人类文明会直接进入下一个阶段。而这时候，我们会回头看今天的自己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古人，觉得他们被地球困住了。现在我们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，如果 UFO 真的存在，如果他们真的能在星系间移动，那他们用的会是什么？不是火箭，不是燃料推进，而是操控空间本身。这也解释了很多目击报告里的奇怪现象：瞬间加速，没有音爆，直角转弯，看起来违反惯性。因为如果你在空间泡泡里，你根本不会感受到那些力量。到这里，你可能又一个新的想法，也许真正的问题不是曲速引擎能不能做出来，
而是我们什么时候才准备好使用它。因为一旦能操控空间，文明的风险也会被放大。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问题，而是一个文明成熟度的问题。所以，曲速引擎是不是幻想？不是，它是一个还没轮到我们的技术。也许未来的人类会把今天的我们看成被光速困住的时代，而你现在听到的这一切，也许不是科幻，而是预告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帮忙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并开启小铃铛哟。下一集我们来聊一聊时光旅行。感谢您的收看。